小米 CC9 Pr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啊。其实 CC9 Pro 这台机器呢，这次在产品的定位上让我有一点点小疑惑，因为之前的这个 CC9 系列的机器呢，我们都给大家做过非常详细的体验，不管是这个美图版本，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普通版本，它这个女性化的这种元素呢是非常明显的嘛，它可能在产品定位上呢有一点点偏向于女性手机的一个感觉，还出了一个特别的美图版。但是这一次这个 CC9 Pro 呢，在相机方面啊，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探索吧，把之前这个 Mix Alpha 上那个三星的1亿像素的传感器呢，放到了这台相机上面。这一次感觉是非常极致啊，吸引了很多极客用户来关注。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小米 CC9 Pro 表现如何。不客观正体验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盒子方面呢，跟之前这个 CC9 Pro 呢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这是尊享版，它专门还有一个尊享版的一个标识。这次我们拿到的颜色呢是冰雪极光。包装盒里面充电器30瓦的一个充电器，一个 Type-C 的数据线。充电器方面呢，这次小米呢还给华为摆了一道啊，这个提前的放出来了，说这个小米的30瓦的充电器比华为那个40瓦的还要快，到底是不是这样？后期我们会第一时间实测它的数据，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边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。先来说一下外观 ID 方面，这一次呢，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手机它是不是特别的厚。这个官方的参数显示呢，它这次厚度还是真的挺厚的啊，达到了9.67毫米这个厚度。如果你光听参数的话，我靠，这就接近1厘米了。但是呢，你实际上手的话，其实它两侧呢是这个弧形的这个处理，尤其是屏幕这边它是一个曲面的玻璃。我觉得它选择这个曲面的玻璃呢，或者说选择这个曲面屏呢，其实也是为了视觉上减薄，握持上呢也减薄它这个厚度。重量方面呢，其实还好吧，208克的一个重量，这个5260毫安时的电池，达到了5000加的电池。我记得之前好像只有小米 Max 能达到这个电池级别啊。其实对于这么大一个电池来说，这个重量真的不算是重的。尺寸方面呢，6.47寸，然后双曲面的一个设计，然后19.5:9的这么一个比例。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次它主要强调的它用了这个 COP 的这个封装工艺，所以说下巴的部分呢其实收的真的还是挺窄的。官方的数据这边呢是3.43毫米最窄处这下巴，它这个下巴呢是算上了下边的这个金属框啊，它这个金属框其实是有一个外延的。其实整个的这个正面颜值上要比上一次的这个 CC9 呢还要提升了很多。至于它这个曲面屏这边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它这个曲面的弧度呢是比较小的，那么就意味着它的弧面是比较大的，像之前1+7 Pro 的那个曲面屏那种感觉啊，就是它两侧呢，比如说偏绿啊，或者说发暗的这个情况呢，就会比较多。当然，这个是曲面屏的通病啊，这个包括1+7 Pro 呢，它也都这样。如果要是你非常在意曲面屏的话，建议你去线下看一下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这个超薄的屏下指纹模组了，指纹识别的这个速度上呢就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次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新的指纹识别模组呢，非常的薄，它可以薄到放到屏幕和电池的中间。之前那个指纹模组呢是要隔的这个电池的，但是这个小米 CC9 Pro 呢，它这个新的指纹模组呢，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位置，它这个就是比较适中的一个位置，就没有靠的那么下。另外呢，全功能的 FC 3.5的耳机孔，这些细节方面呢全部都有吧。扬声器这边呢，它是说用1216的超线性单元这个扬声器，是双扬声器设置，上面也是有整个这个手机的配置方面呢还是比较齐全的。但是多说一句啊，它的马达是一个转子马达，不是 X 轴的，也不是 Z 轴的。整个的这个手机拿在手里的这个质感上啊，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厚重。然后就到了这个重点了，那就是它的相机方面。这次它这个相机模组呢是采用了一个5摄的一个配置，真的还是非常多了。但是这次从前期曝光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 CC9 Pro 呢并没有这个摄像头数量很多就凑数大法好啊。这5包括之前大家的这个主摄啊，跟 MX363同级的这个三星的 L2是它的副摄。很多小伙伴都说我的主摄变成人家的副摄，主摄是和 Mix Alpha 上那颗同款的1亿像素的 HMX 来自三星的全球应该说目前底最大的这个手机镜头，它的这个个头也是最大的，它是1.33%英寸的这个底，然后1.67的光圈。那么咱们就先废话不多说，一起看一下小米 CC9 Pro 的这个5摄调教的怎么样，看看实拍样张如何。
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CC9 Pro 这几个关键字，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装和实测数据，你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。后期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CC9 Pro 的18项实测数据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，都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公众号即可。白天的样张上，小米 CC9 Pro 无论是在曝光还是宽容度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差异，而在室内暖光源下，小米 CC9 Pro 的白平衡会有一些偏冷。解析力方面，默认4合1下，它的表现就要出众不少，招聘广告牌的文字都要更加的清晰可辨。毕竟是4合1，也有2700万像素，远高于参测手机的1000万左右。直出下的1亿像素解析力自然是更加彪悍，但是有较为明显的涂抹痕迹，并且在高光压制、宽容度上表现也不是特别好。被无损变焦下，小米 CC9 Pro 的解析力要好于 P30 Pro， 但是画面的色彩表现不佳，天空也出现了一点噪点。Reno 则是有一些防抖的小 bug。到了50倍混合变焦下，小米 CC9 Pro 的解析力依然是最强的，但是综合画面表现不是太好。但是到了光线较暗的室内，无论是5倍还是50倍的混合下，这个结果确实让我们非常意外。夜景方面，小米 CC9 的 Pro 则是有一些稍显不稳。首先是室外的夜景模式纯净度方面表现很好，但是有一点涂抹感，细节有一些丢失。解析力方面要弱于普通模式下的样张，但是到了室内夜景模式下，相比 P30 Pro 在细节和色彩表现上都要更好，但是偶尔出现了一些合成失败的问题，偶尔一些边缘也出现了一些模糊。在软件体验方面，它的滑动变焦依然有明显的卡顿和不流畅的问题，当然这个是安卓圈的通病，默认拍照下也没有合成提示，但是并不能马上进行拍摄，需要等待1到2秒的时间。综合来看，相比于小米以往的表现，这次的小米 CC9 Pro 相机确实进步不小，因为硬件方面都已经是非常给力了，但是在软件算法和拍照的体验上还有优化空间。当然目前我们拿到的也是一个测试版本啊，这个最终版本的优化呢可能还会更好一些，尤其是在夜景的表现环节来说，但是就目前来看还未能发挥出这个大底 CMOS 的实力，期待后面的调教效果。相机界面呢，它还新增了一个短视频，然后它这块呢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 vlog 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模组呢，我多说一句啊，就是我感觉也确实没有办法吧，就是它5摄摄像头非常多了，然后它竖着排列到一条的话，你基本上都快到一半这个手机的位置了。最下面这个镜头已经快接触到我这个手掌了。在这个视觉上呢，这个模组确实比较大，而且它凸起呢也是比较多的。整个这次的相机呢是它的一个主打，在这个相机的无论是功能方面还是配置方面呢，这一次算是都做得比较好吧。其实我也这个比较意外，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旗舰的一套相机的配置了。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 CC9 Pro 上面？我有点这个搞不明白。这个 Mix 4难道真的要到明年才发吗？处理器方面呢，730G 的这个处理器，这个处理器并不是说不好啊，但是肯定没到这个85或者85 Plus 那个旗舰的级别。也是废话不多说，先看一下它调教的跑分情况。处理器这边呢没到旗舰级别，相机这边呢是非常旗舰的。其实我觉得它是不是跟三星一样啊，就是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这个旗舰的手机上做一些技术验证，然后后面呢会把这些相对来说探索过、成熟过的技术再用到这个下面的旗舰上。之前三星是这么做过的。整个的这个手机的配置方面非常齐全，在相机方面是它这次最大的亮点。OK， 后面我们第一时间会把 CC9 Pro 的实测数据的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数据库小程序里面。其实我还是非常好奇它的续航表现的，这个5000多毫安时的电池。除了视频，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。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还有我们商城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进入。不过真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紧接着小米手表。